今天我要和你复习一下我以前讲过的话题。我想复习，我也可以说是回顾。回顾呢，就是往哪儿看？往以前的事情啊，我们回顾啊。回头，我回头看看以前聊过的话题，这样我慢慢的和你一起回头回顾以前的话题，你可以慢慢的想起来，记住我们聊的东西，我们说过的话题。好，我们从吃货这一个话题说起。什么是吃货？什么是吃货？吃货呢，是一种人，是吧？一种人，一种什么人呢？一种很爱吃东西的人，很爱吃东西，爱吃美食。一种很爱吃美食的人，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吃货。很爱吃美食呢，美食在中国就是已经做出来的食物，是做出来的食物叫美食。那如果是生的时候，它不是美食，做出来成为一道菜这是一道菜我炒，我炒了，然后它是菜了，那我们可以说这是美食。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说是吃货呢？我说了3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这3个事情你都要有，那你就是一个小吃货第一个条件要有的条件就是你必须爱吃。一个吃货嘛，当然要爱吃美食你必须喜欢吃好吃的食物。那这里我说了一下怎么说你有多么爱吃，多么喜欢吃一个东西。你可以说比如说咖啡，我们从不喜欢到喜欢。那一开始你可以说我有点儿喜欢喝咖啡，那这是一点点喜欢，我有点喜欢喝咖啡。然后呢，下一个喜欢的程度，程度就是多么喜欢，多么是多是少，是多是少，这是程度，多么喜欢。好，下一个程度就是我挺喜欢喝咖啡的，我挺什么什么什么的，我挺喜欢喝咖啡的，挺喜欢的，我挺喜欢的。这个比有点儿多了，多了一点儿。好，那下一个程度呢，就是我很喜欢喝咖啡，我很喜欢喝咖啡。好，那下一个程度呢，就是我非常喜欢喝咖啡，非常比很多了一点儿，非常是更喜欢，
更喜欢，比很多一点儿。好，那比非常多呢，就是我超级喜欢喝咖啡，我超级喜欢喝咖啡。那超级喜欢也可以说你很爱喝，你很爱喝咖啡。我超级爱，超级喜欢，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程度，一个很多的程度。程度就是多少，是吧？是多还是少？有多喜欢，有多不喜欢，都可以。那你超级喜欢喝咖啡，你超级爱喝咖啡，都是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啦。那作为一个吃货，那第一个条件就是你一定要很爱吃，很爱吃美食，你非常非常的喜欢美食。然后你也不是只吃一种东西，你喜欢吃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这才可以。你如果只喜欢吃一个东西，你只爱吃面包，你只爱吃面包，那不是吃货。你要喜欢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多不同的东西，那你才可能是一个吃货。好，那第二点呢？第二点我说的是懂吃。一个吃货必须懂吃，懂就是明白、知道的意思。明白和知道嘛，那你懂吃，你懂吃就是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怎么做是最好吃的方式，怎么做最好吃，这是什么东西？比如说，牛肉，那这可能是牛的肚子上的一块肉。那你知道牛肚子上的肉怎么做最好吃？是煎在锅里煎，还是咕嘟咕嘟煮？是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做法。所以懂吃，它的意思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啊？这是牛肚子上的肉，这是牛肚子上的肉不是普通的牛肉，是牛肚子上的肉这个牛肚子上的肉要炖才好吃，不是煎，煎不可以，不是炒中国大部分的菜都是炒的，炒牛肚子的肉不好吃，不可以这么做。那最好吃的做法，最好吃的做的方式就是炖就是慢慢的煮很小火，小的火，慢慢的煮很长时间，那这是炖。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食物是什么，怎么吃最好吃，那这是懂吃，是吧？好，然后我说的作为一个吃货的第三个很重要的条件呢，就是你要会吃。会一件事情，就是你很擅长一件事情，很擅长。这件事情做得很好，那就是很擅长。你可以说你很擅长做饭，你做饭做得很好，那就是你很擅长做饭。所以你很会我很会做饭，这个会的意思
就是很擅长，做得很好的意思。我很会中文，那就是我很擅长中文。我对中文很擅长，我很会说中文。我很擅长打篮球，打篮球，啪啪啪啪，打篮球。那我很会打篮球，这个会的意思就是你打得很好，你会打，你很会打，你很擅长打篮球。那这里会吃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吃货必须要会吃，这里的会吃，擅长吃东西，它的意思呢，就是你知道什么和什么在一起很搭配，是吧？记得这个搭配这个词，搭配，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两个东西在一起很合适，这两个东西在一起会很好吃，会更好吃。比如说我在视频里说的这个例子，那很多西方人，西方的人美国人呐，欧洲人呐，那他们会觉得，红酒和奶酪在一起很合适，很搭配。红酒和奶酪一起很搭配，很好吃。那我们可以说，它们这两个东西很搭配，在一起很好吃。那如果你知道什么和什么在一起很好吃，那你就是很会吃，你很会吃东西。你知道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在一起会更好吃，会更搭配。那这个搭配就是平常我们说的什么和什么在一起会更好的意思。那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这个和这个配在一起很好，这个和这个配在一起，搭配在一起。平常可以只说很配，很配，配在一起很好吃。比如说喝啤酒、吃花生很配，是不是？喝啤酒、吃花生很配。中国人也这样认为，中国人也觉得喝啤酒的时候应该吃点儿花生，因为这样会更好吃，更好吃。那这是会吃，所以一个吃货要爱吃东西，爱吃，懂吃，知道这是什么，知道怎么做是最好的方式，和会吃，知道什么和什么很搭配。那这是作为吃货的3个很重要的条件。条件就是这些你都有，这一点你也有，这一点你也有，这一点你也有。这3个条件都有了，那你就是一个小吃货，小吃货。好。我说的下一个话题呢是中国古代的4大发明。4大发明中国在古代的时候，古代就是很长时间以前，很长时间以前的中国，中国发明了4个东西。发明就是想出来的以前没有，然后中国人想出来了，中国人
做出来了，想出来这个东西，做出来这个东西，那就是发明出这个东西。那中国的古代有四大发明，四大发明就是4个很重要的发明，是吧？第一个很重要的发明呢，叫造纸术。造纸术，造纸呢，就是做出来纸的技术。纸就是我们写字的时候，在纸上写字，在纸上写字。那这个纸在中国以前是没有的，大家会在竹子上写字。竹子嘛，就是你知道是大熊猫吃的这种东西，这是一种植物，植物就是树啊，树是植物，是吧？所以呢，那以前中国是没有纸的，所以大家就会在竹子上刻字，刻是用刀。用刀在竹子上写字，刻字，那这是非常非常麻烦的，是不是？很麻烦。然后后来呢，中国人想出了一个好的办法，然后他们就制造，做出来，制造就是制作。做出来，我们现在用的纸，然后就可以在纸上写字了。那这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是什么呢？是造纸术，造纸的技术。这是中国古代4大发明的第1大发明，叫造纸术。第2个发明呢是印刷术。印刷呢，就是在纸上印出字的技术。在纸上，那现在我们可以看的书，这些看的书，那书上的字都是印上去的，这个是印上去的字，这些字不是人用手写上去的，是吧？我们不是用手写在纸上，这是印上去的字，那这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叫印刷。印刷术也是中国人发明出来的，中国人发明出了印刷术，这样你可以不用写很多字，你可以印，那很快很方便，就会有很多很多一样的东西，是吧？现在我们可以说有打印，就是在家里平常用的这个机器是打印机。如果你想把电脑里的一个东西打印出来，那你要用打印机。比如说在电脑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东西呢？一个中国的小故事在电脑上，但是呢，你想让它到一张纸上，因为在电脑上看很累，所以你想让电脑里的中国小故事在纸上，那你要用打印机。打印机做什么？打印机可以打印东西，把字打印到纸上，是吧？那这个中国小故事就可以被打印到纸上，读的时候就容易
一点儿对眼睛好，对眼睛好一点儿。好，那这是中国的第2大发明，叫印刷术，印刷的技术。下一个第3大发明呢是火药。火就是我们烧的火啊，哗哗哗哗哗哗，着火啦，这是火。药是吃药的药。如果一个人生病了，那他要吃药，身体才会好。所以火药就是这2个字，一个是着火啊，着火啦，那这个火，药是吃药的药。那火药是比如说在大炮里，那这是一种武器啊，打人的时候用的武器。还有什么武器呢？比如说手枪。大炮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因为这是以前用的打仗用的武器。那手枪你可能会知道，现在用手枪飘飘飘飘，这是中文里的手枪的声音。那打手枪，手枪里的东西就是火药，有火药，所以手枪才能用。飘飘，用手枪可以做什么呢？可以打人啊，这也是打。打人，用手枪打人，飘，那手枪里出来的东西会打到你的身上，那这会对你不好，对身体不好，是吧？那这是火药，经常会在武器里用到。还有什么东西用火药呢？那可能是烟花嘛。烟花就是比如说一个东西是过新年的时候1月1号不对，12月31号，一年的最后一天是12月31号，是吧？一年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会庆祝新年庆祝新的一年。这个时候，很多国家都会放烟花。什么是烟花呢？烟花就是你一放，那就是给它用火点燃烟花，那烟花就会噗烟花会怎么样？会爆，升上天，升上天，爆。那这是放烟花。那放烟花，这个烟花里面有什么呢？有火药。烟花里面是有火药的，所以烟花才会爆，才会在天空绽放，嘣，爆开。那这是我们在过新年的时候会做的事情，放烟花。在中国，我觉得是过中国的年，中国的年是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大家会放烟花。在中国的春节，大家放烟花。我觉得在中国的12月31号，大家可能不放烟花，有可能放的少一点。好，那中国的最后的这个发明呢，叫指南针。
这第4大发明，第4大发明，一共有4个很重要的发明。第1个造纸术，第2个印刷术，第3个火药。那第4大发明就是指南针。指南针呢，就是我们如果去大自然里，大自然，比如说森林。森林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周围都是树的地方，都是树，这也是树，这也是树，这也是树，都是树的地方是森林。森林，那大家去大自然都是树，没有人，没有房子，没有超市，没有马路，没有车，没有这些东西的地方是大自然。大家去大自然的时候呢，可能会需要一个指南针。指南针会帮助你指方向。那这是哪个方向？这是哪个方向？这是哪个方向？那指南针会告诉你什么方向？什么方向呢？就是北和南。北和南。我说在英语里面，指南针指的是北，是吧？平常指的都是北，但是在中文里，这是指南针，听起来它指的方向是指南的，指南这个方向。但是这指南针的这个东西上有一根针，有一个针，这个针它可以指北和南2个方向，它指北也指南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指南针就是中国的第4大发明。中国有4个很重要的发明，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所以很多中国人都会很骄傲，说我们有4个很重要的发明。这4个重要的发明在一起，它的说法是4大发明。4个字，4大发明。经常会这样说，4大发明，4大发明。好，我说的下一个话题是什么呢？下一个话题是我说的这个很有意思的相亲节目，一个电视节目。电视节目嘛，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是吧？可能大家是为了娱乐休息的时候让自己高兴，让自己放松的一个方式，就是看电视的节目，看电视上的节目。那这个节目不是电影，也不是电视剧，它是一种娱乐节目。娱乐让大家放松，让大家放松，放松让一个很累的人放松的节目，娱乐节目。这个节目也是相亲的娱乐节目。相亲就是2个人见面，他们可能是为了要谈恋爱，所以见面。那这种见面我们叫相亲，是吧？相亲，中国人很多人谈恋爱都是从相亲开始的很多人都是从相亲开始谈恋爱的。那他们就是有人介绍
这个女孩和这个男孩认识，然后他们会第一次见面，那这是相亲。这个中国的很火的相亲节目叫《非诚勿扰》，非诚勿扰。我觉得这是现在在中国最火的一个电视节目，是最火的一个娱乐节目了。没有人不知道，我觉得没有人不知道。你说非诚勿扰，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个节目也是，年轻人和老一点的人都喜欢看，就是小一点的孩子呀，年轻一点的人呐，或者是中年人呐，或者是老年人，他们都愿意看的一个节目。在中国真的非常的火。好，那这个节目的名字叫《非诚勿扰》。非诚勿扰的意思，非就是不要，不是，这是非。诚是诚心、诚意。非诚就是不是诚心，不是真心，不是有诚意，有真心，有诚意。勿扰，勿也是不要的意思，勿扰就是不要打扰，不要打扰我。如果你不是诚心的，不要打扰我。打扰我，和我说话，不要和我认识，不要和我说话。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想谈恋爱，如果你想找一个女朋友，找一个男朋友，那你要真心，你要有真心，你要有诚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认真，你要认真，这不是玩玩，不是玩玩。所以非诚勿扰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想谈恋爱，那你要认真，你要认真。好，那这个相亲节目里面呢，一般呢会有男嘉宾和女嘉宾。女嘉宾就是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女生，叫女嘉宾。女嘉宾。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男生叫男嘉宾。男嘉宾。所以嘉宾这个词呢，就可能和客人是一个类型的意思，差不多的意思。但是客人说的是来家里的客人，来你的家里的客人。那嘉宾呢？嘉宾是去参加一个节目的客人，去参加这个节目的人叫嘉宾。有男嘉宾、女嘉宾。因为是一个相亲节目嘛，所以一定会有男嘉宾和女嘉宾。这个不是同性的，不是男生和男生相亲节目，不是女生和女生的相亲节目。中国还没有这样的节目很遗憾，中国没有这样的节目。如果有，我觉得一定会更有意思。好，那这个节目上会有男嘉宾，一般呢会有一场节目可能会有5个男嘉宾，然后这5个男嘉宾会轮流上场。轮流就是一个出来，一个完了以后，下一个出来，第2个完了以后，第3个出来，第3个完了以后，第4个
出来，这是轮流出来啊，轮流出来。那女嘉宾会有多少个呢？一般这一场节目就是一次的节目里会有24个女嘉宾，24个女生，24个女生。那一个男生会和几个女生同时相亲呢？一个男生会和24个女生同时相亲。一个男生和24个女孩子同时一起相亲。是的，那一般呢，这也会有一个主持人。主持人是谁呢？主持人呢，就是一个节目里面主持的人。主持人做的事情是主持，主持人主持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是吧？他做的事情是主持节目。那中国的这个《非诚勿扰》这个相亲的娱乐节目，它的主持人叫孟非。孟非是中国超级火的一个主持人，他超级火你能明白吧？因为这个节目超级的火，哗哗，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大家都在看，所以很火。然后这个主持人当然也很有名，很有名，大家都知道他。那主持人他做的事情是主持节目，所以他要说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啦，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啦，然后我们又要做什么啦。所以主持人要告诉大家现在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主持人也要问问题，是不是？主持人经常在节目上也会问问题。他问谁呢？要问男嘉宾，也要问女嘉宾。所以他都要问男嘉宾问题，也问女嘉宾问题。那这个节目一般开始的时候都会有男嘉宾的视频，男嘉宾的视频让所有的人看，所有的女嘉宾都会看2段男嘉宾的视频。那这个视频里会有什么呢？当然是介绍这个男嘉宾了，介绍男嘉宾的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那就是首先第一就是他的基本的情况，他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啦？在哪里生活？做什么工作？是不是？这都是基本的，最基本的情况，就是大家必须知道的情况，必须知道的有关男嘉宾的事情，叫男嘉宾的基本情况这些必须知道的信息，必须知道的事情叫基本情况。第一段视频呢，就是男嘉宾的基本的情况。女嘉宾、女生们都要了解一下知道这个男嘉宾是做什么的。那女嘉宾呢，她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灯，这个灯他们可以灭灯，就是让灯不亮，就是关灯的意思，关灯。那在这节目上他们叫灭灯，因为这个灯呢是
从上往下摁，从上往下摁，关掉，所以是灭灯，就像灭火一样。灭火就是如果这着火了，哗哗哗着火了，你怎么灭火呢？你要这样，火就灭了。有一个东西从上往下盖住火，盖住火，那这个火就灭了。那这个在节目上，每一个女生面前，女生的前面都有一个灯，这个灯她们可以灭掉，灭掉就是关掉，关掉灯。她们为什么要关掉灯呢？关掉灯可以表示他们对这个男嘉宾不喜欢，不喜欢和喜欢用灯来表示，用他们面前的灯来表示。如果灯亮着，就表示他们喜欢这个男生，对这个男生感兴趣。如果女生把灯灭掉了，灭掉灯，那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不感兴趣啦，不感兴趣，不喜欢啦，不喜欢。所以大家女生们都要一起看第一段男嘉宾的视频，讲他的基本情况。看完了以后，大家可能会问问题，问一些更具体的问题，更具体的问题，然后他们可以决定是留着灯还是灭灯。留着灯，灯是亮的，喜欢；灭灯，灯灭了，灯关了，不喜欢。看完第一个视频，然后再看第二段视频。男嘉宾有2段视频，第二段视频呢，讲的是男嘉宾的婚恋情况。婚恋情况就是他的婚姻和谈恋爱的情况。婚姻当然就是结婚啦，是吧？结婚，你是不是以前结过婚呢？你结过婚吗？结过，没结过，结过婚还是没结过婚？然后恋爱的情况就是你以前谈过几次恋爱，谈过几段恋爱，谈过几次恋爱都可以那男嘉宾可以说我以前有过1个女朋友，我以前有过2个女朋友，我以前有过3个女朋友。所以他要在这第2段的视频里讲一下自己的婚恋情况，然后这些女生可以决定我要留灯，不，我不喜欢啦，灭。那这个就是女生表示喜欢的方式。然后最后在场上的女嘉宾有可能会有1个、2个、3个留灯的，留灯就是灯还是亮着的，剩下的都灭掉了，其他的人都不喜欢。那这时候就可以男生选择女生，这时候这个男嘉宾可以从剩下的女生里选他最喜欢的那个，选他最喜欢的、最合适，他觉得最合适的那个女生。然后如果呢他选出来了，也有没选出来的，也有的时候男嘉宾会觉得都不合适，然后他就自己走了，
自己走了。那也有会他最合适这个女孩最好，因为她问问题，男生问问题，然后女生回答的最好，这个女孩好，那她和这个女生就一起走。这个男嘉宾会和最后他选出来的女生一起手拉着手走了。那我们说这是牵手成功。牵手就是手拉着手，但是在这个节目里就表示他们相亲成功啦，相亲成功啦，就是牵手成功。这个节目很有意思，这个节目真的很有意思的在这个台上呢，在这个节目里台上舞台上还有2个人，我们说他们是婚恋的专家，他们是专家，就是他们非常懂爱情，他们很懂爱情和友情各种感情，各种的感情，他们非常了解。那他们是专家，所以这2个专家会经常说这个男生这样说是因为什么什么，这个女生这样问是因为什么什么，所以这2个专家会给出很多的解释这个女生和这个男生为什么这样子说话，为什么这么问，为什么这么说会给出很多的解释。我觉得很多的中国人都很喜欢看这2个专家解释在舞台上发生的事情。这个节目在中国是很有影响力的，很有影响力就是影响到很多人，影响了很多的人。为什么有影响力呢？我觉得是因为中国其实在爱情上是一个很保守的态度，很保守的态度也是很落后的一个态度，就是有很多事情上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怎么表达爱情，不知道怎么和你喜欢的人相处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爱，做什么让对方感觉到你喜欢他，你爱他。中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是很保守的，是有一点点不会不是很会。所以呢，这个节目，这个婚恋的节目，相亲节目让中国的很多人学会怎么表达自己的爱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节目，因为很多中国人不会谈恋爱，不会爱，真的。所以这个节目，这2个专家和大家一起看男生和女生怎么相亲，那大家就学会了应该这样说男生说这样的话是这个意思这个女生这样做这样说不太好，那我也不应该这样说。所以大家看节目就会学会怎么谈恋爱，怎么做才是合适的这个节目在中国的影响力真的非常的大，现在在中国已经火了我觉得有20年了，现在在这个节目上
参加的嘉宾都有以前嘉宾的孩子，是不是很夸张？这个真的很夸张，就是以前嘉宾牵手成功了，他们牵手成功，相亲成功了，然后他们回家了，结婚了，结婚，生孩子，然后孩子长大了，然后孩子来参加这个节目，要找老婆，找老公，找男朋友，找女朋友。然后我说来这个节目还有很多外国人，他们当然都会说一些中文，他们会说中文，他们来参加这个中国的相亲节目，然后在舞台上，在节目上找女朋友、男朋友。我觉得外国人很受欢迎的，外国人非常受欢迎，很多人都很喜欢外国人，所以我说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哟，好，然后呢，我说了下一个话题，我说的是中国的早恋。对，早恋是一个什么事情呢？早恋就是在中国，太早的恋爱是不被允许的，就是在中国的学校，小学、初中、高中这些中国的学校，这些学校里呢，谈恋爱，你想有男朋友、女朋友这个年龄都是不可以的，那这个年龄就会有比如说12岁、13岁、14岁、15岁、16岁、17岁、18岁，这都是不可以谈恋爱的年龄，是吧？不可以谈恋爱，老师不允许爸爸妈妈也不允许，他们把这个太早的恋爱叫早恋，在中国早恋是不允许的。怎么叫不允许呢？就是如果老师发现你在和这个人谈恋爱，那你可能会受到一些处罚，那什么样的处罚呢？就可能是老师会把你的爸爸妈妈找来，然后和你的爸爸妈妈说你的情况，那大家都会很不高兴然后呢，在学校里也有可能你会受到这种更严重的处罚，就是老师会让所有的人知道你做了错的事情，你做了早恋这种错的事情，让所有的人知道那这是很严重的处罚，这算是很严重的处罚了。所以在中国，太早的恋爱是不允许的，不被允许，就是不可以，老师说不可以，爸爸妈妈说不可以，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不允许太早的恋爱呢？因为太早的恋爱在中国人眼里，在中国人的想法里，这是会影响学习的影响你的学习，那你就不能认真的学习了，你就会经常想这个你喜欢的人，是吧？你经常想你喜欢的人，你会想他在做什么呀？我很想见他，我很想和他出去，我很想给他打电话。那会影响你的学习，然后在中国学习成绩又超级的重要，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谈恋爱影响学习，所以不能谈恋爱，
那如果不能谈恋爱，经常就会有暗恋，暗恋。那大家都会去暗恋谁谁谁。暗恋就是偷偷的喜欢，你偷偷的喜欢一个人，偷偷的，别人不知道，你喜欢的人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那这是暗恋，暗恋啊，你偷偷的喜欢一个人啊，我可能比如说一个人可能暗恋某某某，暗恋谁谁谁，暗恋一个人，暗恋了很久啊，你可以说啊，我暗恋他，暗恋了3年。我暗恋他，暗恋了5年。我一直暗恋他。也可以说我有一段暗恋。我有一段暗恋。那这个暗恋就是你没有说出来的爱情，你没有说出来，他不知道，只有你知道。我有一段暗恋。那在中国，暗恋是一个很经常发生的事情。在青少年的时期，青少年10几岁的时候会经常发生，然后很多成年人也会有暗恋。因为在青少年的时候，大家没有谈过恋爱，所以他们不会谈恋爱。那他们到了成年人的时候，就还是经常暗恋，因为也不会谈恋爱，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是吧？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那暗恋是一个你经常能听到，也经常能用到的词，在中文里经常会说的一个词叫暗恋。暗恋，我暗恋谁谁谁很久了。这是我说到的这个话题，叫早恋。在中国有这个现象，是早恋，太早的恋爱是不可以的，因为影响学习。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暗恋一个人，那就是偷偷的喜欢，别人不知道的喜欢，喜欢很久，可能会喜欢很久呢，因为是偷偷的恋，偷偷的喜欢。你有暗恋过吗？你有偷偷的喜欢过一个人吗？这是我们今天回顾的这几个话题，希望我能帮助你能够更好的记住这些词，这些说法。就是我们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新的你学到的说法，是吧？那我和你再慢慢的说一遍，那你就会更好的记住，更好的记住。你又听了1个小时，真的很厉害，我很高兴你能这么有耐心的听我说1个小时的中文。那我下次会再和你一起回顾别的话题，好吗？我们再回顾别的话题。